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令全球航空界震惊的事件，号称梦想客机的波音787发生了自服役以来的首次空难。更离奇的是，这场悲剧从起飞到坠毁仅仅90秒，整架飞机就如同突然断电般从天空坠落。事故发生在印度总理莫迪的家乡古吉拉特邦，一时间各种猜测和疑问纷至沓来。242人的航班为何瞬间陨落？隐藏着什么重大的技术谜团？接下来，我们就按时间线展开，还原这场空难的经过，并深入探讨背后的人文与科技角度。时间拨回到2025年6月12日，地点在印度西部古吉拉特邦的艾哈迈达巴德市，当地时间13时38分左右，印度航空 AI-171次航班滑出跑道，准备从艾哈迈达巴德国际机场起飞。这是一架波音787-8梦想客机，载有242人，包括230名乘客和12名机组人员，计划飞往英国伦敦的盖特威克机场。乘客中既有结束探亲准备回英国的旅客，也有前往异国出差的商务人士，甚至还有怀抱梦想出游的背包客。谁也没想到，这架满载希望与梦想的客机即将遭遇不幸。13时39分左右，飞机加速冲向天空，机上2台发动机发出震耳的轰鸣，巨大的机身离开跑道，乘客们在座椅上感受到强烈的推背感。然而，仅仅在起飞后几十秒内，意外就发生了。据航班追踪网站 Flightradar24 的数据， AI-171 航班的应答机在爬升到约625英尺，约190米的高度时，信号突然从雷达屏幕上消失，也就是说，飞机升空不到1分钟就失去了联系。目击者回忆，当时飞机刚爬升到大约10几层楼高的高度，突然开始不正常地下坠。就在最后的瞬间，飞行员曾紧急通过无线电向空中交通管制呼叫 Mayday， 发出遇险求救信号，但话音未落，通信就中断了。客机仿佛成了一只断线的风筝，完全失去了控制。短短数秒后，13时40分不到，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撕裂了机场附近平静的天空。飞机坠落在机场外不远的一片人口稠密的居民区梅加尼纳加尔，这一区域毗邻一家民用医院和医学院宿舍楼。飞机以极快的速度俯冲而下，直接撞上了医学院宿舍楼顶部的食堂区域。巨大的冲击力伴随着爆炸，火球腾空而起，浓烟滚滚，周边建筑剧烈震动，仿佛发生了地震一般。不幸的是，宿舍楼里一些医科学生和教职人员也在这场劫难中遇难。原本安静的社区瞬间化作人间炼狱，烈焰吞噬建筑物，空中弥漫着刺鼻的黑烟，现场传来人们绝望的哭喊和呼救声。救援迅速展开，当地居民和消防队员冲向火海，试图拉出幸存者。由于这架飞机准备飞国际长途航线，起飞时载满了燃油，因此坠地后引发的熊熊大火更加难以控制。救援人员冒着高温和浓烟连夜奋战，艾哈迈达巴德机场也立即宣布关闭，所有航班暂停，以方便救援行动和事故调查。截至6月13日，印度警方和救援部门在现场找到了200多具遇难者遗体，坠毁的客机几乎全毁，残骸散落在居民楼顶和周边街区，甚至有机身碎片卡在了楼房的屋顶，场面令人心碎。机上绝大多数乘客和机组人员不幸遇难，仅有一名印度裔英国籍男子奇迹生还。事发后，这位唯一的幸存者被迅速送往医院救治。他在接受媒体简短采访时回忆，飞机起飞后不久听到砰的一声巨响，随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可以想象，这声神秘的巨响极可能是灾难的开端。而在地面，初步统计还有20-30名居民丧生或受伤。这起空难共造成至少260多人罹难，包括机上人员和地面平民，是近几十年来印度最惨重的航空事故之一。消息传出后，印度全国震惊，全球媒体也纷纷报道。这不仅是印度航空史上的悲剧，更因为涉事机型是大名鼎鼎的波音787梦想客机，一款原本以安全著称的先进客机，人们难以理解它为何会以如此诡异的方式坠毁。波音787有一个动听的昵称，梦想客机 Dreamliner。自2011年投入商业运营以来，
它一直是波音公司的明星机型。787采用了大量尖端技术，机身使用碳纤维复合材料，大幅减轻重量，配备新一代发动机，提升燃油效率，还取消了传统的引气系统，改为更多电子电气系统，使整架飞机的电气化程度远高于以往机型。对于航空公司来说，787意味着更低的油耗和运营成本，可以直飞更远的航线，被誉为游戏规则改变者的宽体客机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安全性方面，波音787此前的表现几乎无可挑剔，全球共有超过1100架787在运营，累计飞行次数成千万计，载运旅客超过10亿人次，却从未发生过致命空难或机毁事故。这一点让行业人士都津津乐道。要知道，如此庞大的机队零空难，放在民航史上也是非常了不起的成绩。一直到2025年6月12日之前，波音787都保持着零死亡的完美安全记录。不过，光环背后也并非没有阴影。早在787服役初期，就出现过锂电池起火的问题。2013年，几起787客机的机载锂电池冒烟着火事故引发关注，全球787机队一度被集体停飞检查。后来，波音对电池系统进行了改进，加装防火和通风装置，问题才得以解决。这件事敲响了警钟。梦想客机固然先进，但新技术应用也伴随着新挑战。此外，波音787曾被爆出一些制造质量方面的隐患。2019年，一位为波音工作超过30年的质量经理约翰·巴奈特公开举报，称787生产过程中有不合格零件混入，可能导致紧急情况下供氧系统故障等安全风险。这位举报人在之后的诉讼过程中离奇身亡。虽然后来调查并未证实787存在他所说的致命缺陷，但这一插曲让公众意识到，在高端制造业中，质量控制疏漏可能埋下隐患。总的来说，波音787的历史安全记录是相当优秀的。正因如此，这次印度空难格外令人困惑。一架拥有顶尖技术和完美安全记录的梦想客机，为何会突然从天空坠落？这仿佛在平静的大海中炸出一个巨大的问号。一时间，各路专家开始对此展开解谜。事故发生后，调查人员和航空专家们面对的最大难题是，目前并没有显而易见的原因能够解释这场90秒坠落。没有恶劣天气，没有明显的人为破坏迹象，飞行员经验丰富，飞机维护记录也暂未发现异常，仿佛一切正常，却突然坠机。这背后似乎隐藏着某种技术黑洞。下面我们来梳理几种主要的猜测和分析。一、发动机双失效假设。许多专家的第一反应是，发动机推力出现了严重问题。正常情况下，波音787这样的双发远程客机，即使单发，一个发动机失效，另一台发动机也有足够动力让飞机继续爬升，绕回机场迫降。因此，要在起飞阶段迅速坠毁，除非出现极为罕见的双发失效，也就是两台发动机几乎同时出问题。印度民航专家就指出，从飞机爬升无力并迅速下坠的表现看，可能发生了两台发动机都失去推力的情况。那么，两台先进发动机怎么会一起罢工呢？一种可能是遇到了鸟击，比如曾震惊世界的2009年哈德逊河奇迹事件。美航1549航班起飞后遭到鸟群撞击，双发熄火，机长被迫在哈德逊河上成功迫降。当时两台发动机同时吸入大鸟，导致停机。然而，这次印度空难发生在晴朗白昼，事发高度也不高。根据现场视频和目击情况，并没有看到发动机冒烟或机身剧烈抖动等典型鸟击特征。艾哈迈达巴德机场虽然以鸟类多闻名，过去5年该地区报告了上百起鸟击事件，但专家认为鸟击导致此次空难的可能性很低。另一种可能的双发失效原因是机械或系统故障。一位中国同济大学的航空工程教授沈海军分析说，787的发动机及其控制系统可能出现了电路故障或者供油管路故障，导致发动机无法提供足够推力。还有大胆的推测认为，也许先是一个发动机故障，飞行员在慌乱中误关了另一台，结果两台都熄火。这听起来有些匪夷所思，但在紧急时刻，人为操作失误也不能完全排除。
当然，目前没有证据证实这种假设，一切要等飞行数据记录解析后才能下结论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一名曾担任飞行员的分析人士 Marco Chen 通过媒体表示，他观看了事故相关的视频片段，并没有直接证据表明出现双发熄火，也就是说，从外观上看不出两个发动机全停的明显迹象，这让谜团更扑朔迷离。如果不是发动机双双停机，那飞机为何会突然失去升力呢？二、起飞配置与飞行控制问题。有观察者从视频中注意到，失事飞机在坠落前似乎一直没有收起起落架、降落装置。按理说，客机离地爬升到20-30米时，飞行员通常会立即指令收起起落架，以减少阻力。而这架787直到坠毁时，起落架仍然放下，这是一个异常现象。同样地，还有传闻称，视频中看不清飞机的襟翼是否按正常设置。襟翼是机翼后缘的一种增升装置，起飞时应当放下5度或15度，以增加升力，使飞机能在较低速度下顺利升空。待爬升到约1500米高度后，再收上去。如果襟翼没有按标准放到合适角度，飞机起飞所需的升力将受影响。而且在起飞前，如果襟翼配置不正确，787的起飞配置警告系统也应该会发出警报，提醒机组检查。对于这些细节，专家们看法不一，因为视频画面较为模糊，无法准确判断襟翼是否在正确位置。一些飞行员指出，若真的襟翼收错或忘放，这属于极不寻常的失误。飞行员有多重检查清单，任何一处配置不当都会被发现并纠正，所以他们倾向于认为襟翼、起落架异常更可能是事故的结果，而非原因。比如，飞机也许在刚起飞时就遇到了严重故障，飞行员无暇顾及收起落架，或者系统故障导致起落架无法正常收回。不管怎样，仅靠起落架放下或襟翼问题并不足以解释坠机，因为即使拖着起落架多一点阻力，只要发动机有推力，单发动机也能让飞机继续飞行。所以这些现象可能是辅助线索，提示当时飞机处境不正常，但元凶还要从更核心的系统上找。三、其他可能因素。除了上述发动机和起飞配置，当然也不排除其他因素的调查，例如飞行控制系统突然失灵，比如关键的升降舵不能动作，那飞机无法抬头爬升，也会失去升力。但这种情况下，机组通常会报告控制困难，而此次事故发生的太突然，留给机组的反应时间极短。飞机结构故障也是一个方向，比如在高温或其他原因下，某部件断裂、卡死等。不过一架机龄仅11年的飞机发生结构性解体的概率极低，况且机组还来得及发出求救信号，说明飞机整体还算完整，只是动力或控制出了问题。也有人提出燃油污染或供应问题，如果加注了不合格燃油或燃油系统堵塞，发动机可能同步熄火，但一般这种问题不会在起飞几十秒就暴露，而且飞行前机组也会检查发动机参数。人为破坏，比如爆炸，目前也没有迹象支持。虽然幸存者提到听到巨响，但那声音更像来自机械故障而非爆炸装置，而且事发在莫迪家乡，恐怖袭击可能性被认为不大。印度当局也未发现任何可疑的爆炸痕迹或预先威胁。总之，眼下真正的原因仍笼罩在迷雾中，这也是为什么媒体将其形容为航空业最大的黑洞疑云。看似一架功能完善的现代客机，却在短短90秒内陨落，无人能给出确定答案。正因如此，各方都把希望寄托在黑匣子上。黑匣子指的是飞机的飞行数据记录仪和驾驶舱语音记录仪。幸运的是，印度救援人员已经在现场找到了黑匣子，并送交给事故调查人员分析。初步下载的数据证实，飞机在起飞阶段未能正常爬升，一些起飞着陆系统，比如起落架系统出现了异常。接下来，更详细的参数、发动机转速、各传感器读数、机组对话等，将帮助专家还原飞机的真实状态，从而揭开谜团。事故发生后，印度政府迅速做出反应。总理纳伦德拉莫迪第一时间在社交媒体上发声，他表示对发生在艾哈迈达巴德的悲剧震惊和悲痛，称这场空难令人心碎，
难以言表。作为古吉拉特邦前首席部长，莫迪对家乡发生如此重大灾难格外关注。他表示，已指示民航部门和地方政府采取一切可能的行动，全力开展救援，并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。印度民航主管部门也火速介入。民航部长在 X 上宣布，已根据国际民航组织的规定启动正式事故调查程序。印度民航总局和航空事故调查局已组成联合调查组，连夜进驻现场取证。莫迪政府还特别成立了一个由多学科专家组成的高级别委员会，对事故进行全面审查，显然是希望从技术、管理各方面查找问题，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。印度航空方面，董事长钱德拉塞卡兰发表声明称，这是一起悲惨的事故，我们对遇难者及家属深表哀痛。印度航空已启动紧急响应中心，为乘客家属提供咨询和协助，并承诺将及时公布调查进展信息。对于担心亲友安危的人们来说，事故后的现场一度信息混乱，有关部门封锁了区域，全力救火，但最初几小时里，家属们难以得到确切消息。这种焦虑的心情可以理解。好在随后，印度航空和政府逐步公布了乘客名单、医院救治情况等信息。这起空难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，因为失事飞机是美国波音公司的产品，又有几十名英国公民及其他国家乘客在机上，各国纷纷派出专家协助。波音公司表示，对事故高度关切，已组建由工程师和技术专家组成的团队，随时准备配合调查，需要时提供飞机设计和系统方面的数据支持。波音现任首席执行官也表态，将倾尽全力协助查明原因。失事客机使用的是美国通用电气 GE 公司制造的 GX 系列发动机。GE 公司也马上成立应急小组，赶赴印度，对发动机数据和残骸进行分析。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作为飞机设计国的调查机构，派出调查员飞往印度协助。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则提供技术支持，并与波音和GE共同审查相关信息。由于机上有53名英国乘客，英国航空事故调查局也派出4名调查员于6月13日抵印参与调查。可以说，这次事故引发了一个国际联合调查的阵容。根据国际民航事故调查条例，印度作为事发国主导调查，但波音、发动机厂商以及乘客籍贯国都有权派观察员或顾问加入，共同分析原因。正如一位航空分析师所言，调查将汇聚大量经验和专业能力来查明事故原因。在调查开展的同时，各国航空监管者也在紧盯事态进展。美国交通部长肖恩·达菲和 FAA 代理局长在华盛顿召开了发布会，透露他们已经观看了印度坠机的视频。根据目前掌握的信息，美方认为没有迹象显示需要停飞全球787机队，换言之，他们尚未发现787存在像当年737 MAX 那样的系统性安全隐患。但达菲也强调，现在下结论仍为时尚早，美方已做好准备，一旦发现任何风险苗头，将毫不犹豫采取行动，包括发出新的安全指令等。这种谨慎态度可以理解，一方面不能贸然引发恐慌停飞，另一方面也绝不能掉以轻心。毕竟波音公司在2018到2019年的737 MAX 2起空难，就因为软件设计缺陷而名誉扫地，全球停飞，赔偿惨重。如今787首次空难，业界神经高度紧绷，谁都不希望这是另一个机型缺陷导致的悲剧，但必须彻查以安心。波音和 FAA 也表示，如果调查中提出任何安全改进建议，将坚决执行。对于印度来说，这起空难不只是一次交通事故，更触动了公众对航空安全和国家形象的敏感神经。印度正处于民航业蓬勃发展的时期，其国内航空市场规模已跃居全球第3，仅次于美国和中国。中产阶级人数激增，对航空旅行的需求旺盛。印度航空作为国家在旗航空公司，曾长期经营不善，陷入亏损，但在2021年被塔塔集团收购回归私营后，开始谋求复兴。今年早些时候，印度航空一口气向波音和空客下了470架飞机的巨额订单，刷新了航空史上最大订单的记录。这体现了莫迪政府和印度企业
对未来航空市场的雄心。然而，这场空难无疑给高速扩张的印度航空泼了一盆冷水。首先，公众对航空安全的信心可能受到打击。一些印度网友在社交媒体上表达了对波音飞机的担忧。737 MAX 的问题刚平息没几年，现在787也出事了，还让不让人安心坐飞机？上海等地的中国网友甚至戏称，看了这次事故的数据，中产阶级不敢坐飞机了。虽然有些夸张，但反映出乘客对航空器技术可靠性的关注。专家们则呼吁大家冷静，指出787运营10多年来安全记录优秀，此次是极端罕见的个例，坐飞机依然是十分安全的出行方式。未来调查报告公布前，不宜妄下结论恐慌。其次，莫迪政府也面临舆论考验。事故发生在总理家乡，莫迪本人迅速表态关切，成立高层次调查委员会，显示了对真相追查的重视。一些媒体解读，这是为了向公众表明政府没有隐瞒，不会护短，不论责任在航空公司、监管还是制造商，都会给出一个交代。印度反对派目前尚未对空难发难，毕竟天灾人祸面前，政治攻讦不受民心。但若调查显示有人为疏失，例如安全监管漏洞、应急处置不力等，执政当局恐难辞其咎。因此，透明公正的调查和发布信息对政府公信力至关重要。最后，从国际视角看，这次空难也将对波音公司的声誉和商业前景产生影响。波音787一直是其拳头产品之一，全球各大航空公司都在运营或订购。事故发生后，波音公司股价在消息传出后一度下跌超过 5%， 投资者显然担心这起空难可能暴露新的问题。一位财经评论员形容道，波音好不容易走出 MAX 阴影，如今787又添黑历史。当然，这种说法为时过早，眼下并没有证据表明波音787存在普遍性缺陷。但不管怎样，一旦调查结果显示制造问题或设计缺陷是主因，波音将陷入新一轮危机。反之，如果证明是个别事件，比如维护不当或极小概率意外，波音也需要配合改进，修复公众信任。如今，艾哈迈达巴德空难的残骸清理工作仍在进行，遇难者名单逐渐公布，遇难者的家庭正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。在社交媒体上，无数人为此次事故中的逝者哀悼，也有人在焦急地追问，事故原因查明了吗？以后坐飞机会不会有隐患？每当一场空难发生，人们除了悲痛，最关心的莫过于真相和安全改进。我们期待着调查团队尽快解开这起90秒坠落谜团，还原波音787梦想客机折翼的真正原因。也许答案并不简单，可能涉及一连串巧合和失误，但唯有找出真相，航空业才能从中吸取教训，堵上漏洞，避免悲剧重演。波音787作为凝聚了现代航空工业顶尖科技的机型，它的首次空难既是对技术的拷问，也是对人类征服蓝天信心的一次考验。好消息是，民航业有着严格而透明的事故调查机制，历史上每一次空难最终都推动了飞行安全的进步。从早年的仪表改进、飞行员培训，到近年的软件升级、制度完善，每一滴鲜血都不会白流。相信这次也不例外。无论黑洞多么黑暗，调查的阳光终将把它照亮。让我们为罹难者祈祷，也希望早日拨开迷雾。当未来某一天，我们再次乘坐波音787翱翔天空时，能够更加安心地享受飞行，因为这场90秒的悲剧所带来的改变，或许已经让天空变得更加安全。